闪电没有预告，来世就在一秒，没有预告，心动如此霸道，深深你的好。看看谁来了。你有什么问题啊？一定要找别人的女朋友陪你是不是？抱歉，你怎么了？没关系啦，不好意思。毕竟有些心情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会明白。但如果你介意的话，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关系。我介意。没事没事，哥哥只是在谈工作的事情。有没有人要喝饮料？安心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来，给你们。他该不会把我当做什么坏人吧？有钱，可能最近压力太大了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对了，我好像快打听到你妈妈的消息了。不一定是好消息，所以你先不要太期待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谢谢你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差不多了。拜拜。阿信，等一下。请问是胡彦哲先生吗？对。谢谢。谢谢你。打这。是。原本要送给小朋友一人一只的，结果花店送的太晚了。你帮我拿回去养，过2天我们再过来的时候，你要完整的带过来，我不要再花一次钱。OK， 没问题。怎么没有跟花店交代，要一只一只的包装？没有哎，我就说要订花而已。花店80%以为男生订花都是要送给女朋友的。包装的还不错啊。对耶，好漂亮哦。安希，现在不是你要附和我的时候。好了，我们赶快回去吧，男朋友要吃醋了。哎呦，又谦，回去再说。拜拜。拜拜。燕子，谢谢你帮我找妈妈。不客气，我们是孤单好朋友，花我会帮你好好保存的。拜拜。拜拜。走吧。聪明的夏又谦应该发现了什么，但是发现了多少？如果找到妈妈的话，到底要跟妈妈做什么呢？那燕子为什么要帮你找妈妈？因为我跟她是朋友啊，所以她说也想帮我做点什么。你知道，燕哲朋友有很多人吧？我知道啊，所以他根本就不差你一个啊。那不一样。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不想跟人家分享的那一面，就像我之前一直不想提一字眉啊，他也有不想被人家知道的心事啊。什么心事啊？他爸爸，你知道他爸爸跟他妈妈离婚的时候，完全没有争取过他哎，我完全可以懂他的心情。就像我妈妈，在我一出生的时候就离开我了，我们都没有选择权利，都是被选择了，这种感觉哦，真的是很不 OK。自己的情绪本来就应该自己消化啊。你看你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讲。
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心理素质那么好，好不好？我是因为有你，有美文姐他们，所以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有地方可以抒发。可是燕哲他没有啊。燕哲他有永琪呢。胡小姐是燕哲心里另外一个伤痛。燕哲抱怨的是胡小姐的爸爸。你看这样，燕哲怎么会跟胡小姐说啊？那他妈妈？他妈妈只在意自己的好生活，不然你看胡小姐怎么会跟你的老板这么亲？燕哲怎么会这么孤独？你看你认识燕哲多久了？结果还没有比我懂他。他要人懂他，他就会敞开心胸。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么做的话，表示他一定有他的理由。同理，他对你敞开心胸，你就要想想。哈，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。我想过了。所以呢？他能对我感同身受，我同样也能对他感同身受啊。他知道我的心情，所以当然愿意分享他的心情给我啊。唉，本来很高兴可以找到妈妈的，结果你又跟我讲这些，你呀，真是破坏气氛的高手。我知道你很愿意相信别人，这是你的优点，但是也是你的缺点。我没有想要改变你的意思，但是不管什么时候，你可不可以多花2秒的时间，都为自己想一想，保护自己，可以吗？我来帮你吧。在等我。你什么时候知道安希是执行长女儿的？你果然也知道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开始亲近安希，但是如果你想在执行长还有安希身上做文章的话，我劝你还是立刻放弃吧。执行长根本没有想认你。但这不是普通的女儿哎，这是安希哎。难道你不相信安希可以收服执行长吗？执行长只会接受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女儿。那就把安希变得跟执行长一样啊。你希望执行长认了安希，然后呢？你想要做什么？安希就是安希，她不需要为了任何人改变。我更不希望她因为不关心她的人而受到伤害。你也一样，安希真诚地把你当作朋友，她不会跟你玩两面人那一招。你说两面人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不是昨天安希跟我说了，我还真是没有想到。换你了。燕子，如果你不想下的话，就不要叫我出来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我原本想跟你一样，
从商。那就从商啊。要我继父，要我学法律。一定要听他的吗？人在屋檐下，把你刚刚吃掉的士兵摆回来。棋手误会，规则就是规则。西洋棋是我教你的，所以我应该有一次制定规则的权利。摆回来。规则就是规则。真正的人生不是这样的。我告诉你，真正的人生是，谁给你恩惠，他就有定下规则的权利。他要你一辈子当奴才做回报，你就要一辈子当奴才。哥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爸才刚走，亲戚都来了，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哥，你赶快回来帮忙好不好？没事了。原来你一直很介意自己跟永晴待遇不一样。原来你发现了。所以，你从来没有把永晴当做真正的妹妹吧？永晴他爸，那一个人，死之前把我叫到他床边，我以为他要跟我说什么感性的话，或者至少谢谢我这20几年来的努力，结果没有，一句都没有。我记得他对我说：“你要记得，是谁让你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，所以你最好给我好好照顾永晴，不然我就算是死了，也有办法让你一无所有。”明明是一种压迫，被他说的像是施舍一样，把别人的努力都当作理所当然。好的东西不会想到我。要卖命的时候，就有我的份，到死了都还这样。我请问你，如果是你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心无芥蒂的跟永晴相处吗？最起码，我不会对永晴隐瞒我真正的感受。说的真好听啊！你以为人人都可以像你活得这么自在？我告诉你，大家之所以会包容你，只是因为你能力好，不然像你这样的人，谁愿意忍耐你？就连执行长也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给你机会。如果你觉得世界对你不公平的话，你就自己想办法去争取。但是，安息跟永晴都是真的把你当朋友，当做哥哥，你不应该利用他们。夏油谦，你不要跟我说这种话，我就不信你一次都没有想过可以利用安息是执行长女儿这件事情。执行长只会伤害安息。如果你还把安息当做朋友的话，就不要告诉安息他跟执行长之间的关系。我为什么要？吴彦泽。